女人超过24小时没有回你消息，那你完全可以去放个烟花庆祝一下，因为女生对你有好感，她才会有可能突然冷淡你啊！想让女生对你有好感，其实很简单，颜值嘛、身材嘛、存款嘛，对吧？幽默风趣嘛，都是可以的。只要你占据任何一个，不管你跟她聊得再怎么油、再怎么尬，她对你也有7到15天的耐心。那为什么她又会突然的冷淡你呢？因为你不能从内核层面给到她被征服的爽感，她腻了，所以她冷了。就这么简单啊！我知道有的兄弟呢到这儿可能还不太信啊，因为他会觉得什么？只要有钱，只要他愿意给这个女生花，对吧？那女生就会一直爱他。确实，很多中国的男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有钱就能有爱啊。就像是前段时间啊，有个来找我的这个兄弟吧啊，他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叫他方哥，好吧，36岁，开网店的。方哥这个人呢有2个爱好，一是对着存款上的这个大串零去发呆。2呢，就是去健身房里面撸体，所以他的这个身材还有气质其实是不错的。按理来说啊，这种有钱有颜还有闲的男人，一定是女人眼里的香饽饽，对吧？让我们来看看方哥的遭遇有多惨啊！23年呢，他去相亲他认识了一个开蛋糕店的女老板啊，方哥当时一眼就定终身了啊，又帮别人做网店，又帮别人拉赞助的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女生最后就给方哥来了一句什么？你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对你就是没有感觉。所以在24年呢，朋友又给方哥介绍了一个女生，刚回国的一个留学生。咱方哥啊，又帮人规划职业，又找关系帮人安排工作。结果呢，女生最后给方哥来了一句什么？你这人啊，太无聊了啊，没劲儿。于是呢，我就翻看了方哥在之前的这个几段感情里面的这种聊天记录啊。看完之后啊，我只能说灾难啊！这里这个女生 A 怎么说的？我今天来例假了，好难受。咱方哥啊，直接悠了女生一幕啊，说多喝岩浆。然后还发了张歌词这个截图，这句歌词呢叫做对你的爱像火山喷发。然后另一个女生 B 呢怎么说的？我睡觉了，晚安。咱方哥不知道去哪儿学的什么邪招啊，直接回复这个女生怎么说的？我更想听你亲口对我说晚安。你看这会儿晚安有了，你啥时候能跟我亲口？然后呢，就在前2个月，方哥在一次聚会上又认识了一个女生，也是做网店的。两人聊了几次之后啊，发现还挺投缘的啊，所以方哥的这个心啊又躁动，送礼送了不少。结果方哥就觉得啊，之前那种要被甩了的感觉好像又要来了。一呢，是他越来越找不到话题去聊了；二呢，是这个女生回复他的频率呢也越来越低了。甚至啊，这个方哥只要不主动，这个女生啊，她能闷好几天不说话。所以方哥啊，他就来找我做参谋啊。我在接手之后啊，我就帮他复盘了他前几段关系里的一些明显失误。同时呢，我也跟方哥签了个协议啊，我是先花了1周的时间去帮他做什么朋友圈的建设，同时呢，也给他讲了一些两性博弈的框架吧啊。等到准备工作差不多就绪之后呢，我就带着方哥啊正式开始破冰，因为女生已经有1周没有跟方哥联系了，而且两人之间的这个相处氛围呢也是比较尴尬的，所以咱们的开场啊就不能太强硬。我当时呢就让方哥跟女生怎么说的，开了个新店，有个板块啊还蛮适合你的，要不合作一下？那女生她很快就回了一个问号啊，知道为什么女生这里会秒回吗？因为人性就是这样的，永远只会对和自身相关的事情去感到好奇啊。你就这么想，现在在你面前有个小美，你是更好奇她吃午饭没，还是更好奇她喜不喜欢你？肯定是后者，对不对？因为后者跟你是有实际关系的，所以说掌握了人性，你就能掌握人际关系的密码啊。再冷淡的女生呢，你只要懂人性，真的轻轻松松的就能够破冰了啊。既然这个女生她已经好奇了啊，当时呢我就让方哥继续去这么说的，你来负责售后服务吧，有人找你呢你就聊2句，别人找你呢你就躺平，感觉还挺适合你的。那聪明的兄弟都能看得出来啊，这里是在干嘛呀？啊，是在给女生上压力了，对吧？我们在阴阳了，咱们就用这种语调调侃，对吧？去说出女生的问题，这样女生她既不会反感，同时呢也会更愿意去向我们解释最近到底是为什么不怎么回消息，也不说话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防御机制。你给女生的压迫感越弱，她呢也就越愿意去和你沟通，效果肯定是不错的啊。女生这里就直接回复了说，内涵我呢啊，我最近店里单子太多了，太忙了。兄弟们看出细节没有？女生这里并没有用一句在忙去敷衍了，而是给出了明确的理由去解释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所以我就让方哥继续说了呀啊，那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到你。女生就更疑惑了啊，就说什么呀啊？那于是我们就回复说，你把你的闺蜜推给我啊，就昨天你朋友圈那个短头发的。那我知道你们90%的人应该都不敢这么发的，因为你们害怕，你们怕这个女生下头，你骨子里还是在用讨好者的姿态去对待女人。那我告诉你们，你如果想要征服爱情，那就永远不要在意这个女生对你的态度，你不要去为了一个女生去内耗
你要让女生为了你去内耗。记住，女生的占有欲是你男人的8倍，哪怕他对你无感，哪怕他打心底眼里是讨厌你的，但只要你自身有价值，那他就舍不得把你拱手让给别人，尤其是让给她的闺蜜。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就会对方哥产生一股什么莫名其妙的占有欲，而占有欲呢就是心动的开始。不信你们看啊，这个女生直接就回复了啊，这次回复还蛮快的啊。怎么想祸害我姐妹是吧？做梦吧你。很好，女生这里其实是有情绪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有了机会了呀啊，所以我就让方哥当时这么回复的啊，这么护神呢，又不是不给你好处，都是哥们儿嘛啊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要火上浇油啊。之前呢，这个女生可能是觉得我们是在跟她开玩笑，以为我们是在以退为进，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给到她肯定、确定、100%的相信啊，我们就是看上她的闺蜜了。那这个时候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她一定会修路，她接下来只会有2个动作，要么破防不玩了，要么呢逃避话题，换话题，对吧？而且不管她是什么样的反应，我们都是有应对策略的。那女生啊，很显然她有没有想到，以前那个一根筋的方哥能说出这种话啊？反应了好几分钟呢，终于说出来了啊，说想都别想啊，以前觉得你挺老实的，这会儿才看出来，原来你是个高手啊。OK， 兄弟们看出来没有？女生这里虽然很生气啊，但是她没有掀桌子，这就说明了什么？她在转移话题，对吧？她对兄弟产生了征服欲了。那女人就是这么奇怪的，你追着她跑，她是不会珍惜你的；你转头找她闺蜜，她反而就会主动留你。那既然女人吃醋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再继续逗她了呢？不然玩过头了就真的完蛋了。所以当时呢，我们就让方哥是这么回复的：算不上高手，高手啊都是有功法的啊，但我觉得呀，这一套功法不太适合我，我还是练点别的吧，不然我走火入魔了咋整？那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就是在暗示女生，咱俩合适，那我就继续练；咱俩不合适，那我就放弃咯，对吧？那女生当时就回复了说：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啊？那到这里呢，作为断联后的这个首次聊天，其实已经是处理的非常的 OK 了，有情绪，有深度，也有后劲。后续呢，双方再聊天，是不是就很容易？所以在后续的这个半个多月里呢，我有一直在跟进方哥跟这个女生的这个情况，不断的帮他复盘、去总结、去规划啊。这里呢，我就挑出一段方哥出师以后他自己的聊天片段，给兄弟们看一下他的整个蜕变到底有多大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女生大晚上就跟方哥说啊，我肚子好疼，好难受啊。OK。眼熟吗，兄弟们？方哥之前有一次被甩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女生说他难受啊？结果方哥让人家喝岩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看看方哥这一次是怎么应对的啊？女生当时说自己难受，方哥直接回了一句：等会儿再开会。OK， 这是在干嘛？立框架，立一个成熟男人的框架。要知道啊，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就源自于他自身的高度的这个自主性啊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就是先把自己活得精彩，再把感情变得浪漫。你要让女人知道，明明我很爱你，但我就是可以收放自如。那这个时候你的真诚才会有重量，你在女人的心里才会有分量啊。那有了这个拉扯之后呢，现在这个女生是什么心情？委屈、难过，甚至会有一些怨气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安慰她，去照顾她，这一个情绪落差打下来，是不是就会更容易产生心动呢？所以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吧啊，方哥就给这个女生发了个消息啊，说来了。然后啊，这个方哥呀直接赶去了这个女生家里了。当天晚上呢，方哥就在女生家里的厨房里啊，给女生亲自熬了红糖水，还煮了点吃的，甚至啊还坐在女生的床头喂她喝。那你们猜猜，女生能不心动吗？对吧？一个脑子清醒、执行力强，还能从细节上去暖她的男人，哪个女生能拒绝？那最后的结果呢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后续啊，肯定两人就官宣了嘛。所谓的强男，靠的是什么？是那些话术，是那些套路吗？肯定不是啊，毕竟每一个女孩她性格不一样的，话术套路她会一直要去根据女孩性格去变的。所以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懂人性，我们要稳定自己的内核，我们要知道两性相处的正确思路啊！只要用好人性去经营关系，那么即便我们不会聊天，我们只需要去做几件简单的小事，女生也会为之心动的啊！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，弱男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啊、技巧啊这些啊，强者永远只聊人性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